我现在用车钥匙，只是用车钥匙，没有打开任何的 Apps， 我就可以遥控让车子往前走、停，然后或者我让它往后。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有时候你停在一些 car park， 你没有办法开门，或者没办法上车，没办法下车，你就可以用手机的 App， 类似我可以让它 park 进去。继 EV6 之后 ，Kia 推出了第二款以 EV 命名的电动车 Kia EV9， 终于来到大马市场。那 Kia Malaysia 提供2个款式 ，6 seater or 7 seater， 从368,668块起。那这个售价也就是比早前推出的 EV6 贵了5万块而已。那为什么我说而已啊？因为这个 EV9 相比较 EV6 呢，它的尺寸更加的宽，更加的长，里面的设备更加的齐全，而且它能够载6个人到7个人。那因为它在市场上没有明确的竞争对手，尺寸上，它target的顾客像是 BMW X7、Mercedes GLS、EQS SUV 或者是 EQE SUV，这类型的这种车子，无论它是不是电动车都好。所以今天这期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公路上驾着这个 Kia 的 Cybertruck， 一个 Cyber SUV。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从影片开始之前，欢迎大家加入我的 YouTube 会员。Let's go！ 全新的 Digital Tigers Face 设计语言，垂直车头灯，封闭式前脸 ，Star Map LED 星图车尾灯从上往下逐渐延伸，提升了 EV9 的力量感。那 GT Line 的运动化套装也是大马版 EV9 的一个标配。跟 Kia EV6 一样 ，EV9 也是基于 eGMP 的纯电平台打造，这是一个800V 的平台，而那些德系豪华品牌都只是400V 平台。说800V 平台就让它可以用更快的速度来充电，它的铜线更加的短，整体的运行效率更加的高，更加的先进，更加的厉害。然后尺寸方面，它是3100mm 的轴距，5015mm 的车长，所以车长方面 ，BMW X7 和 EQS SUV 都在5125mm 左右，所以它的车长是短过它们，但轴距呢，它就比 Kia Carnival 还要长一点点而已啦。然后离地间隙也更加的高，因为电动车电池放在底部这样子。然后它装的是99.8 kWh 的锂离子电池啊，那 EV6 只是70多个 kWh 的电池而已。GT Line 专属的21寸轮圈采用 Premium Contact C 低滚动阻力轮胎，帮助降低风阻的隐藏式车门手把，电子照后镜用摄像头跟电子荧幕取代传统的后视镜。我一坐上来 EV9 的时候，我的 first impression 就是它很宽、很 wide、很大气，但是它又不是说特别的精彩、特别的 fancy。When I say fancy，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去中国的路上，你看到这个尺寸、这个 size 的 SUV， 电动 SUV， 通常中间都会给你一个超级大寸，好像50寸 IMAX 电视机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呢，它就走回可能跟之前的 Kia 一样的东西，就是12.3寸的荧幕，12.3寸的荧幕中间再塞一个5.5寸的这种小小的显示屏，然后重点是它保留了按钮，实体按钮，它还特别做了一个 volume button 在中间这边。对于很多车厂来讲，这是一个很浪费 cost， 很不能节省成本的东西，包括冷气的风扇大小、温度大小跟音量，其实就是这3个东西吧。我们每次讲没有实体按钮，没有实体按钮，我们就是要按冷气、风扇大小、温度还有 volume button 这3个东西吧，你可以拿掉所有的 button， 可是请给我冷气跟 volume button， 或者你把它 shortcut 放在这个荧幕里面，不会移动了的，不会说我进入 Apple CarPlay 我就看不到我的这些 button shortcut key 在哪里啊 ，OK？ 然后方向盘上面也同样是全部都是实体按钮，没有 haptic touch， 没有那种 piano blade 很 fancy 的东西，没有，全部看起来比较 plastic， 但是真的是一目了然啊，你们也是嘛？它的 UI 设计界面的人都非常的简而易懂，不会说有很多小小的 icon， 你不懂它要做么的。然后 Driving Mode 就直接放在了 Kia 的 logo 下面，还有 Terrain Mode、Eco、Normal、Sport 等等。不管你买到6 seater、7 seater， 它都是标配 GT Line， 所以里面是 Brown and Black 的这个搭配。然后14个 speakers 的 Meridian 音响系统，通常我只会在Jaguar Land Rover 的车里面看到 Meridian 英国高级音响系统。再来，有趣的是它这个椅子啊，通常驾驶座或者副驾驶座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它是不会上来的嘛，可是它是可以上来的啊，而且记忆座椅、冷椅、发热椅、heated steering 该有的东西都有。Off-road 这台车子最多人最有争议的就是我刚才示范了它的这个 Side Mirror Digital Mirror 电子照后镜，我第一次在 Lotus Electra 上面试到然后 Audi Q8 e-tron 55也是有配这个东西给你 ，Honda E 也是有这个东西给你。但因为 Kia 的 design 跟其他人有点不一样啊，因为它这个东西都很大块，所以我驾了真的是头一天驾不习惯而已。再来就跟这个 Harrier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 Alpha Wildfire 这样子一样你的照后镜是可以有两个。一个就是实体的，你可以直接看到后面，但是如果有太多人头顶着，你就推上去，它就变成一个 digital 的，直接 bypass 掉你的 third row 跟 second row， 直接看到你后面的车子这样子。所以大致上，我觉得 Kia EV9 的驾驶舱、驾驶座就是它很复古 ，OK， 感觉不出这是一个电动车，但是它也很 fancy， 它 fancy 就体现在于它的整个设计有这种太空舱、太空座舱的感觉，只是美中不足的就是它少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我觉得是所有电动车都应该要有的功能，它居然没有，而且还没有2个功能，到底是什么功能？等下上路我们再跟大家娓娓道来。那 Kia Malaysia 提供6人座和7人座版本，很明显呢，我今天介绍的这个就是比较便宜的7人座版本。那6人座就是 Captain Seat 独立座椅，中间一个通道。那这个 Seven Seat 呢，就要怎样？你要怎样去到第3排？它有2个一键弹起的功能，你可以按下面这个给小孩子用，然后你就可以透过这个地方这样子一脚，真的是一脚就进去它的第3排空间。那又或者你觉得不用蹲下来这么低，你看不到。上面这边也是有一个，所以 for 后排的乘客，你的手伸不到这个地方，对不对？你一样按这个 button， 它就可以跳出来前面，所以这个动作非常的快。我印象中那些德系豪华品牌，他们都是你领到整身试了，它都还没有好那一种啊。Alright， 所以我们现在就上来车厢里面看。那这门非常大个，非常长，非常厚。关上去之后，你可以手动的去拉这个遮阳帘，然后这边有一个玻璃车顶，这边有冷椅跟热椅，所谓的通风椅跟发热椅都在这边。然后这个呢，你是不能够像一些 SUV 这样子把中间放倒下来，然后再走去后面，不能够，因为它这2个呢，按下去的话，看到吗？它是整个一起推出来推过来前面的，我们把它放回去，然后再推到后面去，椅背倾斜程度拉一下。然后这个椅子有 ISOFIX， 这个椅子也有 ISOFIX。那因为电动车嘛，电池放在底部，这个99.8 kWh 的电池放在了车子的底部，所以离地间隙比较高，然后坐起来会觉得腿部踩得没有那么深。而且这个车子虽然轴距尺寸跟 Carnival差不多一样，但是它不是像 Carnival 这样子可以给你载11个人，可以给你载8个人，说法是很难啦。然后冷气的话，我喜欢的就是它是放在车顶这边的，因为你放 baby car seat 的话，吹得到 baby， 你放下面都给 car seat block 做了，吹什么东西呢？对不对？然后冷气的中央空调也放在上面，小孩子碰不到，不然你放那边，小孩子用脚一次去踢它，小孩子懂我讲我啦。然后这个椅子呢，也是一直给我小孩子玩的东西，就是你除了可以调整前后或者椅背的倾斜程度之外，你可以按一个 button， 按下去过后，它就可以让这个椅子自动呈现这种Relaxation mode Relaxation seat 一个 button 了。假设我这个身高178cm 的成人想要挑战下这个第3排的座椅，可以真的是这样子，看到吗？这样子就能够好像游泳这样就游进来了。So 虽然它是一个 5-door SUV 的 third row 可是因为椅背是能够电动调整倾斜程度的，你看还可以再下，还可以再下，哇，下到这么斜，我还可以翘脚，椅子还没有放倒啦。OK， 我再往前移，哇，它那个 reclining 的幅度非常非常的宽Right， so 这台车子因为它后面备有独立的冷气出风口，所以是 in your face， 直接这边可以吹到你，而且给你 Type C 的接口，还有一个独立的 speakers， 因为它整台车子有14个 speakers 的 Meridian 高级音响系统。那前后的这个好像是不能够滑了的。它是 fixed 的，只可以调整这个 reclining seat。但
通常很多这种 five door SUV，I mean 三排式的 SUV 啊，你坐在这边过后，基本上后面就不用放东西。但是我刚才去试了一下，其实即便在这个椅子这样子的情况下，它后面还是能够放很多的东西，而且它这个是电动的嘛，但是你要等啦。然后我们就回到现实方面，我们把这个椅子放倒。呀，就这样子，你看到我就呈现这个 S 型的样子，然后我们再给它推去前面一点点，不能你要拉这个红色的东西，这样子才可以，所以你必须要跟前面的人打好关系，叫他不要推到太后面啦。Right, so 哇，很暴力啊，那个砰，小孩子千万不要在前面你按的时候砰一下晕掉。Right。所以 Kia EV9 的外观造型虽然看起来像巨无霸，但行李箱空间并没有说特别大。然后地板底下就是放这个 tonneau cover 的地方。那 Malaysia 的2款 EV9 都是 Dual Motor 双马达版本，所以它的 front 会比较小，只有52公升。首先，在我试驾这一台 Kia EV9 之前，我的心情是那种期待又怕受伤害。我驱车的时候这么巧，隔壁就停放了一台 Kia Carnival。所以虽然轴距跟车长方面它跟 Carnival 非常的接近，但你怎样看起来这个 EV9 都是比 Carnival 大量，比 Carnival 高，比 Carnival 壮，比 Carnival 魁梧。可能是因为它的整个 bonnet 做到很像 Iron Man 这样子隆上来，所以你在开的时候你好像在驾一个 pickup truck 整个坐姿整个 set。再来呢，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车子的重量是2648公斤左右，也就是比 Kia Carnival 重了519公斤。我就在想，这么大辆的车子，这么重的车子驾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已经大概算到，我已经嗅到那个味道了，因为我之前开过Mercedes 的 EQS SUV 这类型的车子。可是当我踩下这个刹车踏板，我把它 switch 去 D 的时候，车子一 move 的那一刻 ，Oh my God！ 它出乎意料的好驾，是很好驾的那一种好驾。因为我们就不要看那些重量，因为我们很容易给那种账面上的东西吓到，懂吗？哇，这么大辆，那么重。可是当你真正开它的时候，它是一辆完全是 effortless 的。你看动力它是双马达，有380个 horsepower 跟700个 Newton meter。这种大车或者说那种电动 SUV、电动 MPV， 他们追求的根本就不是跟人家比0到100。如果你要注重这个车子0到100，你进错台了，你找错车了，那不是你要的车。他要的是能够让乘客舒舒服服，让司机在不需要去够 RPM 一直拉的时候，让整个车子大大的降低掉那个 vibration 造成的不适应、不舒服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舒服的车，它的 steering 这个 motor driven 的 steering wheel 加速 ，OK， 这个是很尖的，爸妈。我只要轻轻的一点，哇！当700个牛车米的瞬间扭力透过你的4个轮子传达出来的时候，它是如此的 smooth， 如此的和谐，它没有让你不舒服的感觉。再加上呢，它跟比如说 Tesla 最大的不同是呢，它可以调整 region 的模式，而且它多到像我该用着的这个叫 iPedal Max， 也就是最 extreme 的 One Pedal Mode almost there 啦。然后你可以去到 Level 3、Level 2、Level 1， 甚至到 Level 0。当你松开这个加速踏板的时候，它就是 cruising 轮子空转，完全连1% 的回电都没有，它可以做到零回电的嘛。所以当你回到零回电的时候，你就好像驾着一个 2.4NA、2.5NA 的 MPV 的 SUV 这样子，这么舒服，完全没有负担。你看现在没有加速，它自己 roll， 这种 roll 是汽油车的 roll 来的，所以我根本就不会觉得我在驾一台电动车。如果我不要去到特定模式下，那我觉得这个 Kia EV9 只要你一上到来公路，你都能够去享受到它的驾驶乐趣，它的操控表现。它是有操控表现的它不是没有你不要以为哇这种车子怎样过口呢？我过给你看。它21寸的这个 tires 你看到吗？
它把它抓到稳稳的、妥妥的整台车子，你不会 feel 到害怕，你不会 feel 到车子不要转，你不会 feel 到车子转得过、转不过，你不会犹豫过。哇，有一点赘肉尾巴 ，but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它很舒服，加速，轻轻摆一个弯，零负担啊那种感觉，回神，哇 ，My God！ how 这不 make sense 的，这不合逻辑的，你懂吗？你看啊，这个10寸的车子，我之前驾过，比如说 EQS SUV 那类型的车子，哇，很bulky，然后很多赘肉，不知道自己有做么那个 dynamic 不对啊，这车子它真的，我要快我快，我要慢我慢，我可以几快就几快，我可以几慢就几慢。那我在 Sport Mode 的时候呢，系统显示我可以行驶417公里，然后我把它调整去 Eco Mode 之后，马上增加到442公里。续航里程方面啊，是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啦，因为你看车子这么大辆，369千668块起。So on paper 呢，这个Bermas Auto 或者 Kia Malaysia 它是跟你讲 estimated 505个 kilometer， 所以我觉得505不是报大数，是非常保守了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EV Database 呢，如果在 City Drive 啊，它是可以 up to 625公里的 ，right？ 然后如果是 Highway Drive 就只有315公里，所以你看啊，电动车有时候它给你的那个 estimated 的 range 真的只是 estimated， 因为每一个人的驾驶方式、用途驾的速度不同，像在有的国家超速是很严重的事情。Right， 你基本上上 highway 你没有机会驾超过110或者驾超过120或者驾超过130的。可是，在有些国家，人家在 highway 上面可以录这辆车，录这它的 top speed 是200 km/h 啦。有些人喜欢一路180，一路190，像在德国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Right， 所以我觉得这个里程啊，你要考量到它毕竟是一个 99.8 kWh 的电池，你用最保守的方式来算，1个 kW 都至少可以走6个公里。所以我觉得他给你505真的是一个 more than enough 的，差不多就是你打满缸，相等动力啦，你不要跟我讲柴油啦，柴油 Kia Carnival 一缸油走600-700公里是 sub motor 的，我们就讲汽油车可以给到你这种加速感、爆发力，又没有声音、没有噪音的来讲，我觉得这个里数就差不多是可以对标汽油车，它不太会给你 range anxiety 啦，因为我相信如果你买到Kia EV9 来讲，你家里面应该至少有几台汽油车，所以你已经知道你的 Point A to Point B， 你从你的公司到 hotel 一定有 charger。那讲到 charger 呢，很可惜的，它虽然这么大电池，但是它不支援22 kWh 的 AC， 也就意味着如果你使用11 kW 的 AC 慢充，它需要10个小时30分钟才能够充到满。99.8 kWh 除以11 kW 係咁上下啦，然後它的快充呢就比較精彩，因為它是800V 的平台。如果你有800V 的 charger 啊，我先講啊，你可以350 kW 的 DC， 24分鐘可以到 80%。如果你有800V 的 charger，so 你知道嗎？Kia EV9 呢，它最大的缺點就是我每一天要面對的，就是在 Gondor Shopping Mall 的 car park。因为它的 bonnet 太高了，高到你 block 这左边 block 这右边，你一直要靠这个360 camera 来去你玩不玩得过？你左边玩得过吗？右边玩得过吗？然后你要看 side mirror 对不对？它又没有 side mirror， 它是 digital 的 side mirror， 所以你要打开车窗一直看后面的轮可不可以过，你就会驾到特别的小心翼翼。But 如果你是住 landed house 的，这个完全你可以 skip 掉这一 part， 完全不用听，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就 reverse 进踩油处。我会这样来理解这个 Kia EV9 啦。Kia EV9 呢，它是一只大金鱼。那你如果把一只大金鱼放去一个小鱼缸，你会遇到什么事情？你会给鱼缸里面的小鱼们欺负，鱼缸们的小鱼会在你的左右边窜来窜去，游来游去，笑你没有办法转身，笑你没有办法自由的移动，笑你一抬头就要浮出水面。可是当这个 Kia EV9 来到了高速公路过后，它就像一只大金鱼进入大海之后，能够去自由的伸展它自己。所以我在做 Kia EV9 功课的时候，我一直在苦寻找它的竞争对手到底是谁。它卖360多千到370多千，
他有对手吗？谁会是他的对手？他的对手是汽油车吗？他的对手是燃油车吗？你看它这个价钱就跟 EQE SUV 350 Plus 或者 Mercedes 叫它 EQE 350 Plus SUV 差不多一样啊。你可能就会想 Kia 泡菜车韩国车怎么可以跟德国车 fight？ 韩国车哪里可以跟德国车 fight？ 如果你讲这句话，很明显你可能还不太了解 Kia 或者 Hyundai 集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在电动车、电池技术、电动平台技术等等，到底花了多少钱，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去让他们攻占各大的奖项，从欧洲到北美洲等等，都能够在各种不同的市场，而不只是在韩国市场卖到顶呱呱。你绝对能够用369千体验到你花700-800千的这种电动车都给不到你的体验。真的，如果你要用一个豪华电动 SUV 的角度来思考它，这个 Kia EV9 真的可以成为 Car of the Year。It's not even EV Car of the Year, it's just Car of the Year. It just so happen 它是一台电动车，不是因为它是电动车所以它了不起，是因为它是一台好车。Kia EV9 是一台好车，我们才来看它是采用什么燃料，它是采用什么驱动方式。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件事情是当很多车子在做电动车的时候，它忽略掉它是一台车子，它是一台有4个轮子要让人驾的车子，而不只是过度的去强调电动的东西。那这支影片的最后结论，我就要来讲 Kia EV9 它最大的一个致命伤，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在于，我现在要输入我的目的地，我用 Apple Map， 我用 Google Map。可是当我输入目的地之后呢，它没有办法告诉我到那边还剩下多少 percent， 它没有 live projection， 它没有 live forecast。然后再来第二个缺点就是它是不支援手机的 apps。也就是说，当我现在车子放在 shopping mall charge， 我放在楼下 charge， 我一定要上车才能够知道我 charge 到多少 percent， 还剩下多少 percent。我没办法利用手机去知道车子的各种信息，这个对于电动车来讲也是一个没有，你会觉得怎么可能会没有的东西，真的就是很可惜的可惜那一种，就差那么一点点罢了，它就差那么一点点，它就排在 P2 它就跟 P1 差0.0005秒的差距，它就能够拿 P1 了So 要怎样去形容这个 Kia EV9 如果有机会你真的要去 showroom 去试驾，去体验一下什么叫做，我会称它为一种实用的豪华电动行驶体验。我强调实用我不是强调豪华，也不是强调高科技感，强调那种很强的那一种整个未来感，而且售价是非常轻。你把自己摆在600-700千、800千的那一种篮子上面，可是你只卖300多千，而且像我一开头讲的，它只是比 EV6 贵了5万块而已，真的是划算到没有的再划算。我觉得 EV9 真的是，它真的是，我再也想不到更多形容词来形容它了。你去驾它，你就会 feel 到 ，Oh my God, this is all you needed。你有一辆 Kia EV9， 你家里面有一个 Wallbox， 你可以卖掉你家里面所有的车，真的 ，trust me。我现在用车钥匙，只是用车钥匙，没有打开任何的 apps， 我就可以遥控让车子往前走，停。然后或者我让它往后，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有时候你停在一些 car park， 你没有办法开门，或者没办法上车，没办法下车，你就可以用手机的 app， 类似我可以让它 park 进去，我人已经在车下，或者我不能够上车去打开我的车门，我就让车子自己驾出来，我就用我的车钥匙按着它，它先会解锁它的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它再往前走，车上是没有坐任何的人，没有司机，没有任何一个人坐在车上面，它就可以跟着我的遥控器。这个只是普通的车钥匙，原装 car key 不是手机的 apps 再次强调，再把它 reverse， 等它解锁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它就可以往后退。So 这个功能对于这台这么大辆的车子来讲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那我们也看到了现在车子的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一直在进步，有些东西是实用，有些东西是不实用。但注意它只可以前后，它不可以转弯，然后所有的责任在操控遥控器的这个人 ，right？